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县令要干多少活。提起宋代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文人治国、士大夫的黄金时代。我们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往往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繁华市井，或者是苏东坡那样在西湖边吟诗作赋的潇洒。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的认知里，宋代官员待遇高，地位高，皇帝还不能随便杀大臣，这简直就是做官的天堂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翻开宋代的史料，去读一读那些基层官员的日记、书信和奏折，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即使是才华横溢的大文豪，只要被下放到县一级去做知县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县令，他们的状态通常只有3个字：累、焦虑、早衰。欧阳修曾经感叹，做县令是劳心摧形。苏东坡说自己是身心皆劳。还有更多的宋代基层官员40岁头发就全白了，50岁就被视为长寿，很多人直接累死在了人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宋代的县令到底要干多少活？为什么在这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，基层治理的真实强度会高到让人早衰的地步？今天我们就拨开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词，深入宋代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，去算一算宋代县令的工作量。首先，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，在宋代，你以为你是去当百里侯，是土皇帝吗？完全不是。宋代的县级长官，官方正式名称通常不叫县令，而叫知某县事。这个知字非常关键，它的意思是主持、管理。这意味着你本来是中央或者上级部门的官员，是朝廷临时派你来主持这个县的事务的。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，更是制度的根本变革。在唐代以前，县令在地方上有很大的自主权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方诸侯的雏形。但宋代是为了防止唐末5代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，采取了极端的强干弱支政策。朝廷不信任地方，所以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县长，在法理上也是中央派驻的临时工。这个临时工的身份决定了宋代县令的第一个痛苦来源：无限责任却只有有限权力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宋代知县的日常工作清单。这份清单之长，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第一项重头戏，也是压在所有宋代官员头上的大山，叫做催科，也就是征收赋税。你可能会说，收税嘛，历朝历代都有，有什么稀奇的？但宋代不一样。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汲取能力最强的朝代之一，政府极其缺钱，要养庞大的军队，要养冗余的官僚，还要给辽国西夏送岁币。这些钱最后都要落到每一个县的头上。宋代的税收结构极其复杂，除了传统的两税、夏税和秋税，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专卖收入，比如盐、茶、酒的专卖，以及复杂的商税。一个县令每到征税季节就是一场噩梦。宋代朝廷制定了严格的定额管理，上面的指标是死的，但下面的情况是活的。如果今年发大水了怎么办？如果今年闹旱灾了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朝廷的任务必须完成。而且宋代收税不像现在转账这么简单，老百姓交上来的可能是铜钱，可能是铁钱，可能是绢帛，也可能是谷物。这些实物如何折算成朝廷要求的标准？这中间有巨大的操作空间，也有巨大的风险。县令必须亲自监督。如果收不上来，或者收得不够，这是殿罪之法中最核心的考核指标。轻则罚俸禄，重则降职罢官。宋代的法律规定，赋税拖欠达到一定比例，官员就要受杖刑，甚至流放。为了完成指标，县令们不得不变成了催命鬼。在史料中，我们经常看到宋代知县感叹自己如坐针毡，因为他们夹在中间，上面是拿着鞭子催逼的转运使，下面是家徒四壁，实在拿不出钱的百姓。更要命的是，宋代还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叫科配或者合买。朝廷说要买绸缎，名为合买，实际上往往是强制摊派。这种临时性的征调往往没有固定的规矩，全看上级心情。县令不仅要催征税，还要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摊派。如果你心软，同情百姓，不忍心逼税，那你就是由于无能，会被弹劾。
如果你严厉催缴，完成了任务，虽然保住了乌纱帽，但你得罪了全县百姓，甚至引发民变。这种心理压力是导致宋代官员焦虑的第一个核心因素。第二项巨大的工作量是听讼，也就是审案子。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，人口流动性大，土地交易频繁，导致了一个结果：宋代人特别爱打官司。当时有句话叫江西人好讼，其实不光江西，整个宋代南方地区打官司是家常便饭。兄弟分家产不均，告；邻居占了我1尺地，告；借钱不还，告；甚至谁骂了谁一句也要告。宋代县令是基层唯一的全能法官，他不仅要审理杀人放火这种刑事重案，还要处理数不清的民事纠纷。根据《宋会要》等史料记载，一个繁忙的大县，县令每天一睁眼，央口就跪着几百号人等着告状。有的县令一天要处理几十甚至上百起案件。而且宋代的司法制度非常繁琐，为了防止冤假错案，宋代设计了极为复杂的复审制度。一个案子判了，当事人不服，可以上诉到州，再上诉到路，甚至直接敲登门古告御状。对于县令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判的每一个案子都必须写出极其详尽的判词，要把证据链条做得无懈可击，因为随时可能被上级驳回重审。如果上级发现你判错了，这就是断狱不当，要记过处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白天要做堂审案，面对的是刁钻的讼师、哭闹的百姓、复杂的案情，晚上还要在灯下翻阅送刑筒，逐字逐句地推敲判词，生怕引用错了一个法条。苏东坡在做地方官时就曾经抱怨，每天审案子审到头晕眼花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什么国家大事，完全被琐碎的纠纷淹没了。第三项工作可能很多人想不到，叫做劝农和教化。宋代朝廷对农业生产抓得非常细，每年春天，县令必须亲自下乡劝农耕作。你不能坐在办公室里，你得走到田间地头去检查农民是不是播种了，水利设施是不是修好了，有没有懒惰不干活的人。如果遇到天灾，县令就是救灾的第一责任人。开仓放粮，组织施粥，向富户借粮，安抚流民，这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一旦激起民变，就是杀头的大罪。除了农业，还得管教育。宋代讲究文治，县学办得好不好也是考核指标。县令要定期去县学视察，甚至要亲自给学生讲课，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参加科举。第四项也是最让人崩溃的一项，文山会海与文牍主义。宋代官僚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件多，因为中央不信任地方，所以要求事事留痕，件件上报。县令做的每一个决定，花的每一笔钱，审的每一个案子，都要形成书面报告，层层上报。而且宋代的公文格式极其严格，错一个字，格式不对，都会被驳回重写。当时有官员形容，县衙里堆积的文书档案像山一样高。县令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处理事情，而是在写报告说明自己处理了事情。这种文牍主义极大地消耗了官员的精力。你可能很有才华，很有想法，想为百姓做点实事，但你发现你90%的精力都被用来应付上级的检查和填写各种表格了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没错，早在以前的宋代，这就是基层治理的常态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虽然活多，但如果手下有一帮得力的助手，县令只要做决策不就行了吗？这就触及到了宋代基层治理最深刻的痛点，县令与虚吏的博弈。在宋代，知县是流官，一般任期只有2-3年，时间一到就调走。而且根据回避制度，你不能在自己家乡做官。所以对于一个县来说，知县永远是外地人，临时工。但是县衙里的那些书吏、差役统称虚吏，他们是本地人，而且往往是世袭的，父死子继，盘踞在县衙几十年。他们熟悉当地的方言，熟悉当地的潜规则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掌握了复杂的法律条文和赋税账册。宋代的法律和税法复杂到了什么程度？复杂到只有专业的虚吏才能看懂。一个新上任的进士出身的知县，满腹经纶读的是孔孟之道，根本不懂这些繁琐的实务。
于是，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：名义上县令是长官，实际上权力往往被胥吏架空。胥吏们上下其手，从中贪污。他们可以在账册上做手脚，让富人少交税，让穷人多交税；他们可以在案卷里做手脚，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县令如果想当清官，想严查胥吏，往往会发现自己寸步难行，因为没有胥吏，整个县衙就瘫痪了，你连税都收不上来。如果县令太较真，胥吏们甚至会联合起来给县令挖坑，让县令背黑锅。所以宋代的知县每天不仅要对付上面的神仙，还要对付下面的这些地头蛇。这是一种极高强度的智力博弈和心理战。很多宋代官员在日记里写道，每天防备胥吏比防备盗贼还累。为了不被蒙蔽，他们必须在深夜恶补法律条文，亲自复核账目，事必躬亲。欧阳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在做地方官时，凡事都要亲自过问，不敢完全信任手下。这种高强度的精神紧绷是导致他们早衰的重要原因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谈谈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社交压力与经济负担。宋代官员虽然工资高，相比于其他朝代，但开销也极大。宋代是一个人情社会，官场交往非常讲究排场和礼数。迎来送往是县令的重要工作。上级领导来了要接待，同僚路过要招待，本地的乡绅富户要搞好关系。这些应酬不仅消耗时间，更消耗金钱和精力。宋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公用钱制度，虽然给了一定补贴用于公务接待，但往往不够。很多时候，县令要自掏腰包来维持官场的体面。如果在富庶的江南大县还好，如果在贫瘠的地区，县令的生活其实非常拮据。要养活一大家子人，宋代官员往往家族庞大，还要雇佣幕僚、师爷，还要应酬，经济压力也是巨大的焦虑来源。综合以上这些因素，我们再来回答那个问题：为什么宋代官员普遍累、焦虑、早衰？本质上，这是宋代过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带来的必然代价。朝廷想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手里，所以设计了繁琐的制度来限制地方官。这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割据，保证了政治稳定，但它的副作用就是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，而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化为了基层官员的工作量和心理压力。一个宋代县令，他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长官，他是税务局长、公安局长、法院院长、教育局长、农业局长、民政局长，还是公关经理和数据填报员。他要面对的是：第一，严苛且僵化的 KPI 考核，主要指税收；第二，无限的责任，出了任何事都是你的错；第三，极度繁琐的程序，文牍主义；第四，内部的掣肘与胥吏的斗争；第五，复杂的社会环境，刁民与谏讼。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在被快速透支。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宋代名臣包拯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包青天，他在做地方官时以精力旺盛著称，但即便如包拯，到了晚年也疾病缠身。而更多的普通官员没有包拯那样的铁腕和后台，只能在煎熬中度日。有一位名叫叶氏的南宋学者，他也是官员出身，他曾经深刻地指出，宋代的问题在于以一人之身任百人之责，制度设计上就不合理，把所有的压力都通过漏斗汇聚到了县令这一个点上。所以当我们羡慕宋代士大夫的风雅时，千万不要忘了，那往往是他们在极度疲惫的工作之余，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疗愈。他们写诗、画画、喝茶，不仅仅是享受生活，更是在逃避那个令人窒息的官场现实。所谓的早衰，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老化，更是心理上的枯竭。在宋代做县令是一场漫长的、看不见尽头的精神苦役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研究宋代县令的真实处境，并不是为了在故纸堆里寻找谈资，而是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更立体的认知。历史从来不是只有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，也不是只有才子佳人的浪漫传说。在这些光环之下，是无数像螺丝钉一样被拧紧、被磨损的基层执行者。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焦虑和早衰支撑起了那个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。
宋代的繁荣是建立在极高的治理成本之上的，而这个成本一部分由百姓承担赋税，另一部分其实就是由这些基层官员的生命和健康来承担的。这就是宋代基层治理的真实强度，一个没有滤镜，只有汗水和白发的真实宋代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，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